楚风，是楚风吗？真的是楚风？他是被绑架了，还是怎么了？随着战船群靠近，神体天府通过防御大阵的力量，也是能够看清楚风等人，发现楚风的确与黄甫天族一众高手站在一起。只是神体天府的众人第一反应是不知所措，是猛的。尽管楚风已经传达了情况，可他们却有些难以置信。不因别的，因为他们知道楚风与黄甫天族是有恩怨的。那是黄甫圣宇，他没死吗？此刻宇文炎日也是通过大阵看到了黄甫圣宇，就站在楚风身旁。黄甫圣宇没死。闻言，神体天府众人更是诧异。就在此刻，黄甫圣宇的声音随之传来：宇文炎日，楚风当日没有杀我，反而助我提升血脉，如今我与楚风乃是过命的交情。我知道你与楚风关系也是不错，之前我族与你府之间虽有摩擦，但我族今日特意来此不是来寻仇的，是想与你们讲清楚这件事的，所以你安心接受传承即可。若是有人捣乱，我族替你灭了他。此刻神体天府众人更是如梦如幻。如果楚风来说，他们一时之间还没反应过来，那么连黄甫天族的都这样说了，那他们便不得不信了。毕竟认真想来，人家黄甫天族拥有3品天神，若真是寻仇，大可直接出手，其实没任何必要耍阴谋诡计。于是宇文炎日安心接受传承。只是很快，所有人都是目光变化，全部集中在墓碑之上。那墓碑上燃烧起了熊熊火焰，火焰散发金光，传来咆哮，宛如是天猛兽，狂暴无比。而那狂暴的火焰正顺着传承之力进入宇文炎日体内。宇文炎日也是面露痛苦，不妙啊，这传承非常人所能承受。黄甫战天开口，直接判定了宇文炎日的失败，但他绝非是看不起宇文炎日，所有人都能看出那力量的可怕，是无法承受的力量。但眼下最担心宇文炎日的，却属其爷爷。炎日，放弃吧。他直接劝阻，是因为他也知道这传承必须终止。然而宇文炎日不仅没有放弃，在其的眼中反而闪过一抹决意。他捏动法诀，竟任由那火焰进入其体内。那火焰强大的力量很快便将他那特制的衣衫焚毁，附着武力的皮肤也被大面积烧伤。可宇文炎日依旧没有退缩，反而高声喝道：所有族人离我远些！炎日，莫非你要……神体天府府主意识到了什么，眼中忧色更浓，但还是下令让所有神体天府之人远离墓碑。那座防御大阵也有所变化，竟不再是对外，而是对内。唉，一声叹息传来，是黄甫天族族长。日炎神体，天赐神体排名第7，可日炎神力狂暴霸道，少有人能够承受。这宇文炎日能承受住日炎神体，说明其天赋不弱。只是可惜，他连基本的道理都不懂。机缘是好事，但若根基都没了，便什么意义都没有了。黄甫天族族长这番话也得到了许多人的认可。就算这传承再强，但也不可能比得过日炎神体。既已有日炎神体，便没必要为了这传承而拼命。他最初也许是想要这传承，但现在他不想要了。楚风说道：不想要了。闻言，众人皆是不解。宇文炎日虽得到了日炎神体，可却未能彻底融合，因此身体也饱受摧残。他是要借用这传承力量来锤炼自己身体，同时让日炎神体与之对抗，最终让日炎神体彻底相融。楚风说道：这若是失败，岂不是必死无疑？难怪人们先是震惊，但很快也是明白了神体天府众人如此紧张的原因。神体天府已经在宇文炎日的意图，就算如此，也只是目的更可靠一些，但结果都是一样的。可黄甫天族族长依旧不看好宇文炎日。前辈为何如此断定？楚风问。史料记载，日炎神体可进行传承，是因为少有人能够真正驾驭，因此为了保命，哪怕已经得到传承者，也无法长时间拥有日炎神体。日炎神体本就是无法完全融合的天赐神体，远古时期那么多大人物都做不到，他自然也做不到。黄甫天族族长说道。可就在这时，天地忽然漆黑一片，半点光亮都无法看见，仿佛所有人都堕入了无尽黑暗。就在众人不解之际，却又有刺眼的光芒自墓碑方向照耀而来。
那墓碑所在方向竟出现一轮明日，明日火焰冲天，随着升起越来越大，很快便超越了那方坟墓世界，并且还在继续变大。异象，而伴随异象出现，漆黑的天地重新被照亮，人们都能看到，那传承火焰已无法进入宇文炎日体内，因为宇文炎日周身释放着与那异象气息相同的烈焰，是日炎神体的力量。莫非他成功了？见此一幕，皇府天族众人感觉难以置信。而就在这时，宇文炎日大袖一挥，那墓碑的上的火焰便全部被其收入了掌心之中。随之异象消散，宇文炎日周身释放的火焰也消散。他第一时间披上了衣衫，但人们还是看到，不仅他之前被烈焰灼伤的身体恢复，他整个人的精气神都变了。之前受日炎神体折磨，宇文炎日虽然身材高大2米有余，但却骨瘦如柴，面色惨白。但现在虽然身形依旧消瘦，可脸色却红润无比，就连双眼也是炯炯有神。之前的病态气息一扫而空。成了，他做到了。楚风叹道，这神体天府竟有如此人物。与此同时，皇府天族族长与一众长老皆是目露惊叹，不由重新审视其宇文炎日。宇文炎日做到了一件本无法做到的事，他的天赋极其强大。看来当代修武者不止楚风一位了不得的后辈啊。皇府战天感叹道，此地传承竟如此厉害。相比于其他人惊叹于宇文炎日的变化，蛋蛋更关心着太古坟种类的传承到底能到何种程度。这个传承确实适合宇文炎日，但他能够借助这传承与日炎神体彻底融合，是他自身的本事。宇文兄的实力深不见底啊。楚风微笑感叹，虽然当初9天之巅名声大噪的是他，但宇文炎日的表现同样惊艳。宇文炎日是真正的天才。可忽然楚风脸色大变，赶忙借助皇府天族族长的手段高声喊道，宇文兄小心。同时楚风已是动身，快速地向宇文炎日的方向飞掠而去。然而为时已晚，那方坟墓世界散发耀眼的光芒，仿佛化作了一轮明日，在整个太古坟种内都是颇为耀眼。与此同时，一道印记自大地飞掠而出，进入了宇文炎日的胸口。当楚风动身之后，皇府天族的一众强者也一同飞落而下，这使得楚风很快便来到了宇文炎日的近前。宇文炎日也察觉不对，撕开了衣衫，看见他的胸口有一道巨大的符号印记，那印记为黑色，覆盖了整个胸口，仿佛具有生命一般，微微扭动，且随着心脏的节拍跳动，但却与宇文炎日的心脏跳动节奏不符。他拥有自己的生命，这是什么？神体天府府主满脸恐慌。要说担心，恐怕在场之中没人比他更担心宇文炎日，那不仅是神体天府的未来，更是他的亲孙子。这刚刚融合了日炎神体，本是天大的喜事，若这个时候遭遇不测，换做谁都接受不了。楚风，宇文炎日看向楚风，目光带着些许求助。他自己也很慌，是诅咒吗？皇府战天也是看着楚风问道，他们都相信楚风的判断力。有不适之感吗？楚风对宇文炎日问道。暂时没有，虽然在我身上，可我好像感觉不到他，他就像是不存在。宇文炎日道。楚风已经在观察了，只是却也看不出太多端倪。就如宇文炎日所说，明明就在眼前，可用感应力和观察之法来剖析，他却仿佛不存在一样。楚风自己的手段观察无果，于是施展了3界神眸的力量来观察着那印在宇文炎日身上的符咒。可3界神眸的力量刚刚施展，楚风便感觉周遭开始变化，一股无形的吸力将他吸入到了另外一处地方。此时楚风身处在一片无边黑暗的世界内，但楚风能够感觉到，在远处有一双巨大的眼眸凝视着他。对方体型巨大无比，可距离太远，楚风也看不清具体细节，哪怕动用天眼，也只是隐约看到轮廓。此物庞大到超越一方世界，蹲坐于地，周身有无数宛如长蛇一般的触须蠕动。他给楚风的第一感觉便是强大且邪恶。不是有人提醒过你不要踏入此地？果然人都是贪心的。撼动天地的声音传来，仿佛只是声音便足以毁灭一切。但相比于这声音，楚风惊讶于他所说之话，他竟知道有人提醒过楚风
不要踏入此地。你认识我姐姐？楚风问道。对方既知道有人提醒过楚风不要踏入此地，那必然便是龙卓言了。可他是如何知晓的？无论怎么看，对方的实力都极其恐怖，是楚风拼尽全力也无法触及，毫无胜算的级别。所以楚风故意抬出龙卓言，毕竟龙卓言乃是远古时期的强大存在，巅峰时期同样恐怖至极，是想看看对方能否看着龙卓言的面子上不要难为自己。只是谁曾想，对方再度开口，却根本没有理会楚风姐姐这个话茬。这里的好处不是那么容易拿的，不过你进来也好，不然他们可能都要死。记住，7星连珠方可破开死局，也去那地图所标之地看看吧，你会有新的收获。声音还在耳边萦绕，可楚风眼前所见却已回到现实。楚风，那是什么？是此地主人吗？淡淡声音传来，他与楚风共享视听，刚刚楚风所见他也都见到了，不太清楚，很有可能是他给我的感觉强大到看不到顶。楚风回道，你他说的地图是什么？莫非是你与芥末白发现的那个地图？淡淡又问。多半如此，楚风说道。而楚风不知道的是，此刻太古坟冢的入口处释放出了强大的吸力，所有盘旋在外面观察的势力都被吸入到了太古坟冢之中，且随后太古坟冢的入口也彻底关闭。诸位，我们可能遇到麻烦了。楚风将目光扫向众人，是看出什么了吗？众人纷纷问道。炎日兄身上的变化可能不只是他一个人的事，而是关系到我们所有人。我刚刚观察其身上符咒的时候，短暂的进入了一个空间之中，在那里面我看到了一位强大的存在。我不清楚他是不是此地的主人，但他对我说我们可能都会死在这里。楚风如实说道。都要死在这里？闻言所有人都面露不安，他们进来是来找机缘的，可不是来送死的。如果是其他人说，他们可能会觉得是危言耸听，纯他娘的扯淡。可楚风他们是信任的，毕竟都经历过楚风超强的观察力以及破局的手段。楚风，那我们该怎么办？现在离开这里还来得及吗？黄府天族族长问。不太清楚现在离开是否来得及，楚风说道。族长大人，入口关闭了。而就在此刻，战船之上则是传来黄府天族长老的声音。战船之上有大阵，他们已是观测到太古坟冢的入口关闭。闻言，黄府天族的高手以及神体天府的高手都用各自手段观察，发现太古坟冢的入口果然已经关闭，他们所有人都被困在这里面了。看来楚风所言属实，这里果然发生变化了。这一下众人更慌了。诸位，随我去个地方吧，也许那里有解决的答案。随后楚风便将他与芥末白的事情告诉了所有人。之前楚风本来是想让黄府天族帮助自己从芥末白手中抢夺好处，但现在便不只是帮忙了，毕竟事情已经关乎到所有人。